卡尼防線守不守得住？大家現在都在看，卡尼可以做第一個，代表的是其他的中等國家可以做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卡尼現在玩的策略就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加拿大有幾件事情可以牢牢的掐住美國的脖子。第一個，美國的東部跟美國的中西部是長期依賴加拿大的電網，所以如果一旦切斷電網，那不得了了。美東跟美國中西部所有的城市都會面臨到缺電的危機。然後第二個，加拿大握住了關鍵的礦產，光是鉀沒有鉀不要做鉀肥了，不要做鉀肥，美國中西部的農民就完蛋。好，來看到加拿大這一次不貴了，怎麼回事呢？美加正式的開戰了，卡尼現在是$1對上$1對川普來精準的反殺。川普這個時候真的是內外交迫，除了外部得面對來自於加拿大的報復壓力之外，內部被爆他現在健康亮起了紅燈，在短期之內突然間胖了10公斤，到底怎麼回事？等一下我們會來做深度的剖析。好，來看到的是加拿大這一次真的不忍了。川普原本以為呢，對加拿大課徵這50%的高關稅可以讓加拿大低頭，結果卡尼直接掀桌。來看到最新消息。加拿大總理卡尼對美國的商品寄出的$1對$1的報復關稅，這一次呢，他也說了，新一輪這個報復關稅大約規模是落在$200億的關稅，而且呢，卡尼也很聰明，打在的就是他想說，接下來11月美國期中選舉了，所以他要讓這些小老百姓對川普痛上加痛，所以打的都是跟小老百姓比較相關的這些商品，包括了會影響的漲價的部分，像是電子產品啊、家電、農業設備、乳製品跟鋼鐵等等啊，並且呢，卡尼還繼續酸川普說，你在最後一刻提出的條款變更實在是很不合理，也不公平，而且甚至你的簽名啊，有時候呢還是用鉛筆寫的，意思就是說你這反反复复用鉛筆很方便改來改去。大西洋月刊怎麼說呢？他們說川普啊這一次對加拿大開戰，可能是繼伊朗戰爭之後再度的輸掉了另外一場貿易戰，而這一次的貿易戰就是對加拿大的貿易戰。我們可以說現在川普的11月選舉真的是非常的緊張，而卡尼就是看準了川普現在的緊張情緒所以在這個時候直接做報復嗎？首先我們來看到，因為我們說川普為什麼要很緊張呢？油價的部分，柴油鏈接價現在已經突破了$100大關，國債的部分現在已經超過了40兆美元，長天期的公債殖利率直接破了5%大關，家庭的房貸利率甚至在6.6%到6.8%之間，各項民生通膨都讓川普壓力非常大，更不要說現在加拿大又再次的對美國來開戰。而且呢，我們來看到加拿大現在還有一個是美國所沒有的一個優勢，也就是卡尼掌握的是一個川普沒有的牌，也就是加拿大現在內部可以說是高度的團結，大家人民都是高度的支持卡尼的。現在最新民調出來了，超過75%的加拿大人支持卡尼對川普的強硬態度，甚至是連各省的省長也普遍支持要對美國來強硬的反制。再來看到魁北克了，過去一直說要鬧獨立現在魁北克的民調有關於支持獨立的民調只剩下30%了。魁北克黨直接說了，現在呢這個炮火要直接對準川普，只要川普還在位，我們就不急着要獨立公投，反而是支持了整個加拿大的民族的團結性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委員怎麼看卡尼為什麼這一次可以真的不吞了，而且他的精準打擊打在美國的選民的這個票上面，要讓川普更痛嗎？那加拿大的態度是未來如果降低了跟美國的合作，會轉為跟中國大陸做更多的合作嗎？委員怎麼看？對，卡尼不愧是一個這個相對來說比較有經驗，然後素質也比較高的這個政治領導人就是相較於你現在看到的歐洲的這些智商都有問題的領導人來說，卡尼算是一個這個有謀有守的一個這個領導人。所以你看他在處理對美關係跟川普之間來進行對話的時候，他該軟該禮貌的時候他都做到了可是該強硬的時候他完全沒有退讓那麼這當然就跟卡尼長期以來在這個擔任這個公職期間的經驗有關那麼我覺得卡尼早就已經看清楚幾個重要的關鍵因素了。就第一，當他在國際上呼籲要成立所謂的中等國家聯盟的時候，他就已經知道美國不是一個可靠的盟友了所以呢，中等國家必須要團結在一起。
那既然卡尼都已經出來喊了中等國家聯盟了，你在面對美國的這一戰，如果你就率先舉白旗投降的話，哪一個中等國家願意跟你站在一起呢？所以卡尼可以做第一個，代表的是其他的中等國家可以做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卡尼防線守不守得住？大家現在都在看他能不能夠堅持下去。然後第二個，我覺得卡尼其實也看破了川普的手腳嘛。川普現在面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面臨最大的問題是他的期中選舉。各位，川普的期中選舉如果眾議院跟參議院都敗，川普馬上會面臨什麼事情呢？眾議院馬上就會對他提彈劾案咯。就他可以彈劾的內容有太多了。彈劾案在眾議院只要普通多數就可以通過了，然後接着就要送到參議院去了。參議院，如果你今天共和黨慘敗，你讓民主黨掌握了2/3席次，那麼這個總統就要被解職了。當然，就算這個總統沒解職，這對川普來講也等於是扒了一層皮。所以卡尼現在的盤算很清楚啊，你能不能夠撐到12月再說吧？就這個時候，我沒有理由在此時此刻對你做任何的讓步哦。那你更不要提到說，卡尼現在玩的策略就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哦。那麼我覺得伊朗為全世界各國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典範哦，就對付美國就要用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然後最後 tackle 的一定是川普哦。那麼因此卡尼採取的態度很強硬因為加拿大有幾件事情可以牢牢的掐住美國的脖子的。第一個，美國的東部跟美國的中西部是長期依賴加拿大的水力發電跟加拿大的電網他們是用加拿大的電網我以前在 Ohio State 念書的時候，我們就是中西部嘛。你再往北，像 Michigan、像 Illinois 這些地方，他們其實跟 Minnesota 這些跟加拿大的電網是很密切的。就是加拿大的水力發電供給了美東跟美國中西部，所以如果一旦切斷電網，那不得了了。美東跟美國中西部所有的這個城市都會面臨到缺電的危機，還不要講。還有很多這個城市跟各州還在蓋這個 AI 的 data center 呢。然後第二個，加拿大握住了關鍵的礦產美國有好多的關鍵礦產，大家所聽到的只有原油跟天然氣，其實不止美國有很多關鍵的礦產都是靠加拿大進口的，比如說鈾、鎳、鋰、鈷，還有鉀光是鉀沒有鉀不要做鉀肥了，不要做鉀肥，美國中西部的農民就完蛋了。那麼如果我在這些上面都加上關稅的話，這些中西部的農民的這個成本就要大幅提高了。然后第三，卡尼可以重擊矽谷的科技業，因為本來加拿大就曾經討論過要針對美國矽谷要課一個叫做數位服務稅當時是暫停下來了。可是這個東西只要重新恢復，馬上這個矽谷的這些科技巨頭在加拿大提供服務的時候，他都要交稅給加拿大政府那再加上最後，他還可以限制美國的企業參與這個加拿大的大型的基礎建設的工程，或者是參與他的國防採購的標案，這些東西都是這個卡尼的工具箱裡頭的工具，他有好多工具在那裡等着來用所以我覺得其實這個美國跟加拿大的這一波的這個關稅衝突川普要能夠達到他的目的恐怕很難那麼卡尼恐怕也經過了長期的精算跟布局了，他現在就是按照他原本的劇本嘛，按照這樣的步驟一步一步的來出招了。好，所以我們現在看到說卡尼他是精準打擊等於說一招就可以直接斷掉了對於美國包括了電力礦產跟他的電子跟農產設備，對於川普來說很緊張的就是他的選民，因為包括了農民跟科技業者都是他非常非常重要的選民他的選票。楊老師又怎麼看同一個問題？對於接下來這個期中選舉會有很重大的影響嗎？會。卡尼現在採取的是9月8號開始 ，dollar to dollar。也就是說，你課我$1，我就反課你$1，沒有錯。加拿大出口75%到美國去，這表示什麼？表示美國對於加拿大的需求很高。雖然整體美國從加拿大的進口佔美國的這個進口可能只有1%，可是這個算盤不能這樣子看，你要看哪一些項目，以及它會影響到的是2個月之內，9月8號到11月3號是什麼日子？美國的期中選舉，它會不會讓美國的選民明顯的感受到這種經濟的衝擊？有可能呢。因為你如果照川普的現在的做法，也就是要對加拿大實施$200億課
50%的關稅。如果照這樣子的進行的話，那馬上的反科會造成類似像是加拿大跟美國在哪些產業，比如說農產品、鋼鐵、乳製品、家電，還有一些供應鏈上面的這個中間產品，都會造成出口到美國的這個商品，然後呢，這個價格增高，它已經課了關稅，同時美國的商品到加拿大價格也會增高，所以呢，你就變成是現在加拿大自己因為這個事情民族主義起來，對，而且抗拒買美國東西，的這個氛圍也起來，甚至連魁北克的獨立的這個氛圍都減少了，因為要團結加拿大，對，所以呢，這樣子造成什麼？美國必須要買加拿大的商品，這些乳製品、鋼鐵品，然後甚至汽車的這些零組件，那你就要付高關稅，然後呢，你美國賣到加拿大的商品，因為算同樣的被課稅，你賣的少，為什麼？人家不買你了。這樣的一個情況，2個月之內會不會對美國的期中選舉造成了衝擊？我覺得是有可能的，因為現在美國的期中選舉，我們拿尤其大家比較少講的參議院來看，100席當中，共和黨53席，民主黨47席，但這次改選只有35席，因為它是1/3才也需要改選。那這35席裡面很特別的是，共和黨擁有多少？23席，民主黨12席。你只要變4席，雖然看起來不容易啊，因為參議院是一個州只有2席嘛，通常是很不容易這個做改變的。但是在現在這個氛圍，你如果讓民眾經濟體感那種變得很差的時候，再加上不要忘記我們剛剛前面講的什麼美債的問題，然後呢，伊朗戰爭，你要現在開始這2天要提出所謂史上最大制裁，那還得了？如果真的搞下去的話，美國的通膨、油價，通通都來，所以這些東西現在再加上加拿大的這個反制，我覺得這2個月之內，搞不好你像是最近在談的 Texas、Iowa， 然後呢 Ohio 的參議院，我不是講眾議員哦，對，我講參議院，搞不好都會輸的可能性都存在。所以我的預測9月8號之前，白宮一定會再出招。這2天。那個川普內閣的交通部長又出來罵加拿大，罵卡尼，但我覺得那可能是最後的罵，他會知道說這個對他選情的影響，對，所以呢，他可能會再出招說，那我們再來談一談好不好？你不要9月8號，你10月3號之後再處理好了，有沒有這個可能性？我猜是有的。好，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川普可以說這個是面臨內外交迫。我們剛剛說嘛，對外的話主要就是面臨來自於加拿大在這個政治上面，他直接做出了一個報復性的反制。那我們也來看到，其實呢，對內現在川普的健康是不是亮起紅燈，打一個問號？原因是因為有一些科學的數字，就佐證哦，尤其是白宮的健康檢查這邊最新顯示說，川普3年來增胖了23磅，達到10公斤左右 ，BMI 現在來到了29.7哦，這數字非常的高，在醫療上的話，其實就是這個肥胖的門檻了。再來就是有一個引發爭議的話題，媒體報道，川普曾經跟禮來合作，協助一名當時79歲的神秘患者加速取得尚未核准的這個新型減重藥，懷疑這一名患者就是川普。當然，白宮現在已經出面否認了，但是已經造成了非常高的一個討論度。那觀眾朋友還記得嗎？我們先前也討論過另外一個事情，就是有一次媒體拍到了川普的西裝下擺有一個出現明顯的方形塊狀的凸起物，大家說那個就是成人紙尿布。種種的跡象看起來是不是川普的健康狀況出了問題？同樣的這些問題會不會影響他在政治上面，或者是他的政治決策？那艦長怎麼看？如果我們看到川普現在的以他現在的身高190公分、108公斤來講的話，他對於過重，也就是肥胖的部分呢，只差1.6磅，也就是0.7公斤的部分啊。但是呢，川普也不怨天不由人，為什麼？因為他當初是怎麼樣笑這個他的前任拜登總統的，現在人家就怎麼笑他。他當初笑這個拜登總統，他叫他瞌睡橋啊，說他開會開到一半都在睡覺。所以為什麼人家盯着
那個川普的這個體重的問題，對，那也不意外。那但是我們這樣子講到說，有關於這一個身高體重真的是造成這一個疾病嗎？那也不一定。那為什麼我們這麼說？我們看一下大部分的醫學報道都有一種說法，也就是長壽這件事情是會遺傳的。那川普的爸爸他活到93歲啊，他的媽媽活到88歲，醫療的水準還沒有現在他有一個總統團隊那的好啊，那都可以活到這麼老了，那所以川普應該也得到這樣的一個優良的基因。但是川普為什麼會不斷的肥呢？其實我深有所感啊，因为都是過勞肥啊，也就是川普本身呢，他有很密集的會議，然後他還有媒體活動，還有公開演說，晚上還不定時要發他的 Truth Social， 其實這都是他過勞的主要原因啊。那因為他想要從媒體捲起千堆雪，然後來造成他的一個執政的順遂。但是我們這樣講啊，有關於最近被大家拍到那個成人紙尿布的疑問的部分啊，那可能如果大家家裡頭有長輩在穿成人紙尿布的話，你就會發現那個不是。為什麼？因為紙尿布是對稱的，它如果右邊凸起，左邊應該也會凸起，而且凸起的部分呢，不是在臀部這個位置，而是在那個我們講到這一個兩腿之間的這個位置，它是會有下垂的。但是這一個反而更嚴重，為什麼？因為它那個地方所凸起的那個大小位置，可能是他24小時心臟的一個監控的器材，所以川普可能有其他的問題，但是他沒有說。好，現在呢，來最新關心是80歲的川普，現在說是不是健康疑雲哦，在美國炸鍋了？因為呢，他穿的西裝後面突然間有一個神秘的凸起物，被視為是成人的紙尿布嗎？等一下我們會來看一下這個畫面，並且做關心。另外呢，看到的是伊朗的戰爭燒出了$4的一個最新新高的油價，美國人民過得苦哈哈。現在川普的民調只剩下33%的歷史新低，美國人真的恨透他了嗎？今天會做深度的剖析。好，尤其要特別關心到一位總統的健康，會影響到他整個國家治理哦。所以呢，川普的健康再度的成為現在各界媒體的焦點。最新的影片是這一段影片是即將卸任的白宮新聞秘書李威特做的發布的。影片中，川普的褲子後方出現了一塊非常大塊的神秘凸起物，網友開始猜測這個是什麼呢？是紙尿布嗎？我們來看一下現場的最新畫面。好，所以神秘凸起物到底是什麼呢？其實現在呢，媒體界的很多的人士也開始做了評論，包括有人說呢，這看起來好像是某一種裝置哦。記者說的，那也有知名律師說應該是成人紙尿布，還拿這個品牌來開玩笑。美國的網球名將他是這樣猜測，可能就是成人紙尿布。難道80歲的川普已經開始失禁了，健康狀況出問題了嗎？尤其我們看到最近呢，川普常常在白宮被拍到他在聽簡報的時候打起了瞌睡，甚至呢手上有時候會出現類似這樣子的一個淤青等等，衣服皺褶的話，是不是可能不同的角度也會拍攝有影響呢？現在也都是成為各方的討論焦點。當然了，川普是這樣說的，他說我的健康狀況非常的好，但是呢，雖然他說他的健康很好，但是這一次他最新做了一次健康檢查，裡面一共是動用了22名的醫療專家，大家就在看說，難道真的他的健康狀況出問題了嗎？尚志哥怎麼看？應該是紙尿褲啦。我覺得川普現在已經作為80歲的部分，你說沒有漏尿這件事情其實是很少的喲。我想其實是在台灣，像因為我自己家裡有王媽媽，我們在長照的照顧，所以我們在研究了解一下紙尿褲的部分，其實在全世界都知道，紙尿褲不是給癱瘓的人或者是等等而已。其實現在像台灣的現在在廣告裡頭都在談，因為就是包括平均來說是這樣子，包括40歲以上的一些女性，就包括他們所謂的這些肌肉的控制，有時候是什麼哈哈大笑，或稍微激動，甚至打個噴嚏就會漏尿了。所以呢，到年長的部分，包括現在台灣，其實男性紙尿褲不是癱瘓，就是一般人可能就是有時候老爸老媽媽出去，你又不是說突然想小便，就是剛剛講漏尿這件事情。所以我覺得川普這樣子看起來，我認為其實
只是因為看起來很怪，再加上很多這個所謂西方白人，我們都知道他們都是這樣很高大，可腿很細，對，除非你有練那個健身或健美，然後腿細的時候通常都是瘪的屁股。所以為什麼其實，在西方這種所謂的這個文化當中，對於中有個翹屁股的男生女生，或者都會覺得哇好厲害，就覺得他們天賦很好。第二個他們有苦練，然後所以這個東西，因為它就不是這種堆積，他們堆很多的肥肉在肚子啊上半身，可是屁股就没肉，連脂肪都沒有堆哈。然後所以這是我覺得川普這樣的狀況，當然得要說啦，川普這個部分只是讓大家再度。其實萌生了部分對他健康的關心，因為他有一些剛剛提到的神秘的手的那個淤青真的很詭異，要用蓋斑膏哦，就是我們女主播用了蓋斑膏這樣的東西才能夠遮掉。那這裡頭跟血液循環當然有關係哦。那除此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疾病？不過呢，我得說哈，像一個任何像美國這樣的國家總統的等級，坦白講，在我們事情想不想，比如我們患了癌症、胰臟癌、什麼胸腔這裡頭，可能對我們都覺得都是致命的，都覺得完蛋了。可是对於像總統領袖這個部分是沒有問題的。首先，他們經常性的部分檢查，一旦有小狀況就立刻把你處理了。第二，而且國家出錢。第二個部分，要在美國現在在治療癌症，比如說非常有名的霍金斯癌症醫院，是全世界的有錢人去的，你住進去有200萬美金才能進去啊。就它裡頭最新的，包括生技的基因工程，都不是外面能夠做的。他說最頂級的有錢人，真的就有花大錢可以治療的方式，比如說像陳文茜，他先前的狀況也都是有很多。好，但是大家關切什麼？關切一個總統不是這些我們想象中的疾病，是大腦。所以呢，在像先前拜登為什麼最後會退選，就是作為一個像美國總統，就川普也是，就是說你作為你要有理解力，很多的政策你要去思考。判斷之後，而且總統太重要了，是總統要決斷，伊朗要不要再打，要不要出兵，這些東西都不是底下任何的爪牙，包括范斯、包括盧比歐能夠決定的。所以最後一定要川普。我们在拜登的最後的2年當中，包括對中國態度裡頭反反复复，你就知道他真的是大腦有問題。整個對中國或全世界的很多判斷，基本上是被幕僚，甚至現在江湖傳說是被他太太跟當中的一些親近的爪牙們掌握了。好，所以我們在觀察川普，其實最重要的都不是從頭到腳。我們這次也看到川普，就是說他還有脫髮，他還有吃脫髮藥，然後也關鍵他在藥物之間有沒有對他產生的影響。但是大家最關注就是有沒有影響他的判斷。那川普喝很多可樂，你知道川普就是全世界養生專家的敵人，他的生活作息不睡覺，一切東西，首先他還有運動了哈。所以我們這樣講，其實大家川普的關心，應該還是過去美國來講，就是拜登先前的這個腦子的部分的問題，大家還是非常非常驚嚇。而且要知道哦，老人像他們這樣，他不是平均值慢慢掉，老人的所有的退化都是一個崩塌型的，階梯型崩塌的。所以川普的健康不只是山笑啦，全世界都要關注呢。对，好，因為川普的健康其實是會影響到接下來他的施政，尤其是美國人民現在最關心的就是因為這一場美伊戰事影響了他們的生活，嚴重性非常的高。那尤其我們最新來看到的是這個油價的部分，最新美國的平均油價已經來到了每加侖$4的一個新高，而且呢，川普最新在接受美國媒體採訪的時候還說呢，現在伊朗的狀態就是呈現慘敗。他還說呢，美國在擊敗了伊朗之後，荷姆茲海峽未來就會是美國的領土了，繼續說大話。至於剛剛提到的油價問題，川普則是回應說，這都只是小問題，我永遠不會針對現在的高油價來道歉。他說自己堅持採取的行動是對的。那確實，民眾的怒火反映在民調上，現在川普最新民調雪崩到33%，剩下這麼一點數字，創下他本屆任期的最新的一個記錄。那民眾現在等於是用選票、用民調來告訴川普對於美伊戰事的不滿嗎？大使怎麼看？對，其實川普事實上的話，這個目前他的民調這個不斷的下滑，事實上戰爭是一個原因，可是不是唯一的原因。對，它是3個重要原因之一哈。第一個就是戰爭的拖累啊，他認為是一個拖累。另外一個就是經濟焦慮。也是川普民調的一個怎麼樣下滑的一個很重要的。第3個就是這個政治上啊，他樹敵太多，而且他的那個所謂這種哈就是說極端手段哈，事實上得到很多反效果。當然戰爭事實上的話，這個怎麼講呢？會讓他整體來講，他的這個民調就掉到了新低，大概只剩下33了。對。那這跟他當初當選的時候呢，差別很大。
那尤其是就是說，在共和黨的部分，現在對他的支持率只掉到78左右哈。他剛上任的時候是91，剛上任91，那就是純對這一次美伊戰爭的話，大概認為哈，這個戰爭啊，他所得跟他所失哈，那麼是值得的話，只有1/3的選民，這個哈整體來講，所以66%，2/3美國的選民都認為這場戰爭不值得，都不值得。那認為哈這個哈80%的美國選民哈都很擔憂一件事，他們不願意看到這場戰爭這個哈持續化。所以這場戰爭如果再打下去的話，可能這個會造成更大的擔憂，對川普的這個整個的他的國內的支持率來講是非常非常的這個不利的啊。所以你也可以說這場戰爭是加速了這個川普的整體声望往下滑的一個很大因素。对。而最近發生一件事，就是美國一個現役的這個空軍飛行員啊，他出來喊話，要怎麼樣？要彈劾這個美國的這個國防部長，還有甚至美國現在政府的重要成員，因為他認為他們這場戰爭是錯誤的決定，正好把美國的國家帶向錯誤的方向。所以結果呢，川普最近把這位空軍飛行員把他以這個軍法處置了。那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在美國很大的事件。对，也就是說，美國軍方有這個現役的在第一線的這些戰鬥人員開了第一槍。那這個就顯示說，這個美國的這個專業的軍人對這場戰爭都已經高度懷疑了，而且是現任的，他而且冒着自己被這個軍法審判的這個危險都出來了。所以我想這個戰爭對美國來講，對川普來講的話，只能說就是國內的支持不斷的下滑情況之下這場戰爭在美國國內越來越不得人心，難以持續。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也可以說美國戰爭美伊戰爭川普已經輸了。好，所以我們看到的是連軍方都開始質疑這一場戰爭的合理性哦。那80%的選民現在透過民調來表示說他們對於戰爭的不支持，而且呢，現在還有很多的選民是這樣說的，他說在川普的任期之內，他們感覺自己變得更窮了。那實際我們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數字都顯示說，確實美國現在這個國內的物價水準越來越高，東西變得非常的貴。除了剛剛我們提到的說，這個油價現在來到了4加侖，這是美國的平均油價，甚至有一些州包括了加州跟夏威夷，現在已經接近了這個每加侖5.5美元。國內機票，美國國內比前一年上漲幅度26%。8月的消費者信心指數已經是從55.2降到51，一年期的這個通膨預期呢，從4.2升上4.3%，明顯高過於戰爭前的3.4%。只有8%的民眾認為自己未來的收入成長是可以超過通膨的，但是賺飽飽的是誰？就是這些石油企業，第二季合計賺超過了900億美元，是唯一的受惠者。民眾卻在這當中，因為這場戰爭輸得最徹底嗎？將軍怎麼看？我認為這個一般來看，我認為美國最大的問題是貧富差距太大。有錢人很有錢，你看富翁，他這個富可敵國，拿兆來算，兆不得了。我們講1000億美元都不得了了，光是兆。換句話說，有錢人非常有錢，他們是獲利的一群。但是問題是，廣大的人民群眾就不一樣了。我們來看美國貧富差距前面50%占了全美國的資產的97.5%，你後面的50%只占2.5%不到。你看看後面的人是不是都窮哈哈的？所以那窮哈哈，那我也是一票啊。你一通電話，我也是電話民調，我也是算一通啊，就不一樣了。所以他的這個川普的民調為什麼只有33%、32%？為什麼是這樣？大部分人窮啊，問題在這個地方。那美國狀況怎麼樣？我們看了。他最近就因為伊朗戰爭的通膨上來了，通膨2.5%，這個是我們講的核心通膨。如果算一般通膨的話，你到達4%哦，你要看怎麼去算哦。那你的牛奶，你那些糖，還有那時候我們講的大宗的民生必需，你漲得多啊，因為其他的漲得少啊，但是油你漲得多啊，
受不了啊，是這個樣子，是大家的這一般通膨加起來就4點多了，你要看核心通膨還是一般通膨，你要這樣看。第二個，經濟成長率並不高，雖然經濟成長是1.9%，但是你如果是4%，那是不是把通膨蓋過去？沒有，經濟成長率是被通膨蓋過去的。我通膨比你高，你經濟成長率是被我通膨吃掉，還不夠。那你這樣，你是不是荷包變空，變得比較小，比較輕？你錢少了嘛，被通膨吃掉。第三個來看呢，美國的儲蓄率不低，這美國儲蓄率低是它的一個致命。因為大家如果在這個經濟狀況不好，我有錢啊，我有存啊。美國沒有，美國100塊只存2.7塊，97.3塊都花光光。你看看，那我貧窮，我怎麼樣？我連周轉的空間都沒有。那我對政府當然不滿了。你這個我敏感度很高，你叫漲一漲我受不了，因為我沒有儲蓄。所以這個東西會到哪裡？是到我們講的到政府的手上，到川普上面去了。因為好不好？有沒有牛肉？沒有牛肉，你想要拿高民調，不可能的事情。經濟沒有搞好，永遠不可能有高民調。好，接下來我們要關心川普的關稅神話現在淪為騙局嗎？因為呢，現在他的關稅一旦是確定違法的話，要退稅給美國是2.6兆。那麼另外美債不斷的增加，現在每天光是要付利息就要支出30億美元。美國方面現在難道是靠賣日元來穩定美債嗎？下一場金融風暴在美國的部分會不會來襲？歡迎觀眾朋友留言跟我們做互動。如果您認為美國經濟危險，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還早還非常的好，那麼留言寫2。我們來做互動。好，先來看到有關於川普的關稅戰，現在帶給他的政治還有經濟上的反噬真的非常大。他原本關稅戰預期的事情是說製造業回流，然後呢，這些供應鏈完全的離開中國大陸，增加美國收入等等。但現在這一些選項是完全都沒有實現。那麼最新消息我們來看到呢，是301條款是當時川普所提出來的嘛。那麼現在最新消息是全美25州，包括了民主黨在內主要是民主黨聯手一起對川普提告，質疑川普政府利用他的職權擴大301的關稅。他說這個已經超越了法律的授權，你怎麼可以這樣做呢？批評川普的301關稅戰根本是一場騙局。好，這個結果會是什麼呢？如果最終法院確定說川普的關稅戰違法的話，那麼接下來川普政府就必須要退款給企業，那麼預估金額甚至上看，我們把它換算新台幣是2.6兆元。那現在也傳出呢，亞馬遜已經說了，接下來如果我們拿到來自於美國政府的退款的話，大約是6億美元的話，我們會把它全數退還給消費者。好，這個是有關於關稅戰的部分哦。那麼川普的301條款，那另外就是說，他希望打關稅戰的原因是因為可以讓製造業回流嘛。但是現在的大問題是說，真的有回流嗎？我們來看到當時呢，川普說，你們不要在中國生產了，去東南亞生產吧。但是最新過了這麼幾年，我們看到許多企業就在抱怨啊，其實在東南亞生產的成本比中國高啊，高了大約15%左右。中國大陸這邊擁有非常好的一個零組件跟物流，甚至整體的上下游配套，這些都是東南亞地區不足的地方，所以短期內他们還是選擇企業留在中國，甚至採取的就是中國+1，就是中國加上某一個東協國家的一個這樣子的策略，代表川普的關稅打了這個製造業回流，現在也完全都沒有回流。最新民調我們來看到，川普的支持度來到了新低35%，民主黨近10年首次在經濟議題上，竟然他的支持度已經超越了共和黨。好，先請教尚志哥怎麼看25州對川普的301提告，企業可能拿回2.6兆元退款，是否這一些關稅戰現在美國自己買單，而且他的財政本來就已經有面臨到許多的壓力了，現在變得更加困難嗎？尚志哥怎麼看？好，去年在川普呢，對於他這個瞞天喊價的這種關稅，當然被美國聯邦法院最高當中判決他是違法的，因為這個權利是國會的，所以呢，在現在其實大吃鱉哦。那結果，川普現在推出了，在7月23號，由美國貿易代表處他推出了這個新301條款。它的內容主要是說，某一些這些企業，全世界當中你有強迫勞動的部分，然後呢就要給你科以這301的這個懲罰性的關稅。而且7月23號宣布，7月24號就立刻實施了。所以呢，這個東西其實為什麼大家現在就很火大？這件事情就在於是什麼叫強迫勞動？比如說，以中國當中就很多被處罰的這個廠商，
他們就說：“天哪，我現在90%都是機器。”在做事情，工廠裡面跟外面根本沒有人了，你還說我強迫勞動哈？是，所以當然这次針對的部分呢，其實主要有包括歐盟的國家，另外中國當然是最主要，另外還有東南亞，它的大概稅是這樣子，大概是課徵的大概都是大部分都是10%，跟最高到12.5%，像中國跟東南亞都是12.5%，所以這裡大家知道哦，301有些去年當中一些舊稅，也就是說301去年就有課嘍。今年這個時候是新科的，舉例來說，中國大陸課最重的當然就是電動車。電動車在去年301的舊稅當中，跟基準稅大概就100%嘛，都知道，所以你就根本進不去。然後這次又被加課了12.5%。那所以要知道它大概是這樣子的規模，而且你盤點起來，除了這種電動車啊，然後電池、光伏啊，所有這些，甚至連稀土哦、永磁都還是被課了12.5%。然後另外各種的產業，重工業。另外，民生消費當中是一大籮筐哦，但中國那當然，這樣大家在看主要這個裡頭，雖然是對歐洲、中國跟東南亞，可是實際上都是針對中國，因為他們認為中國很多是繞道東南亞海外再出口到美國，所以要把這個部分封住哦。好，所以我們再看這301當中，因為到底這個關稅是中國付呢，還是最後是美國消費民眾付？所以現在25州聯手，就現在通膨已經這麼嚴重了，包括每一個州的基礎跟公共建設都會用到中國的很多的這些東西，你現在又課的這個稅，最後還是我們要自己付，裡頭很大的原因在此。可是呢，我們要看的其實不是這關稅，關稅可開、可調、可減，跟最後又推翻了。我們要看的部分，既然是又出手這個關稅，對於現在中美方面的，包括經貿跟各方面的關係，尤其9月份的部分，習近平到底會去美國，大家現在要開始慎重的看會不會有影響了。我們知道早先王毅其實就已經跟盧比歐的部分已經2次打電話在菲律賓見面，已經談了這一點。雖然兩邊都沒有講說啊，我們是不是會影響到習近平訪美，但是你可以看到這種嚴肅性，因為呢，在此之前我們看到7月底的時候。這個中國大陸的部分貿易談判代表何立峰商務部副部長已經跟貝森特、跟格里爾，就是貿易談判代表做電話溝通這一頭美國是幹嘛？是美國打電話來的喲。美國問說：“你大豆買不買？你說要買2500萬噸，你現在只買了300萬噸，這是怎麼回事？那你的稀土怎麼又把我們扣住了？”就美國現在其實一直在出重手，包括科技的黑名單也才剛剛出來。可是你還在講說：“你們怎麼沒買？”可是，在中國大陸何立峰那邊其實也沒有客氣，就是剛剛講說，你科技現在封鎖我們是什麼意思？對台軍售這個最關鍵的，你不能說你延遲，你要有個具體賣或不賣，你要說清楚。另外，日本的最近的動作也提了一下，所以我覺得現在對話的這個機制其實已經越來越到底層，越來越強烈。所以這一些的關稅的部分，我認為是周邊的環境。但是這裡頭是直指現在中美關係到底有沒有5月的這個蜜月期之後，後面會開始惡化，乃至惡化到最後習近平不去美國呢？這才是最後要觀察最後的中間點。好，所以我們看到這一場關稅戰燒出了美國的通膨問題，另外就是中美之間的關係，接下來的期窗會有沒有可能真的舉行？等一下我們會持續的關注。那另外就是說，上次哥剛剛幫我們看到了嘛，美國現在加大對於中國大陸的這個力道，制裁的力道。等一下我們會來看到新增了43家的中國企業列入了強迫勞動的黑名單當中有一些具體的企業，等一下我們會來看。我們先來看到美國現在面對的另外一個問題。剛剛講的是在財政上面的問題，經濟上的問題，現在來看到債務的問題，美債危機浮現。來看到最新美國財政部上修的數字本季的借款規模來到了7000多億美元，30年期的美債殖利率更是突破了5.2%。這個數字什麼意思？其實是2007年金融海嘯以來的新高。現在市場憂心是說，會不會大家對美債越來越不信任，最後甚至未來會有拋售潮呢？因為現在美債已經逼近了40兆美元大關，佔 GDP 的120%。美國一年現在要支出大約是1兆美元的利息如果算每一天好了，大約一天最高可以達到30億美元的利息。美銀因此現在最新提出了警告，他說呢，你政府再不趕快來抗通膨，提出具體的政策的話，投資人就會降低對美債的信任，是不是美債就會危險呢？所以呢，市場甚至傳出美國為了要穩住美債所以呢才會要希望日本這種美債的持有國好好的承接住美債，也承接住美元，所以我們才看到昨天會有一個動作。
這個比較特別的動作，就是美日睽違15年一起聯手救日元的動作。川普嘴巴上說，對，我們是因為呢日本求我們才協助盟友的，但是財政部也特別揭露了，美國財政部說，他們這一次採取的策略，並非是傳統的賣美元買日元，然後去救日元，而是賣的是歐元呢。這看起來有一點吊詭，謝大使怎麼看？對，其實美國出手絕對不是為了救日本。美國是為了救自己，对，那這個而且這個要救日元也沒有那麼簡單啊，因為上一次日元要救的時候，日本人就花了740億美金，啊，這個去救日元，結果還是沒守住啊。那這一次我們貝森特那個被人家看到的那個是準備出50億或100億美金，這個是比較沒有怎麼講呢？數額上看起來比上一次來講的話少很多，那可是美國為什麼要這樣做？而且他用透露機密的那種感覺，讓人家報道出來。其實這個就變成，其實在貨幣市場上，甚至任何的有關金融市場上，心理因素很大。心理因素會影響很大。當然，這就顯示說美國要出手，美國要出手。所以事實上的話，這1-2天效果還不錯啊。日元不是跌到158了，升到158了。那還是有效果，可是中長期就很難說了。對。不過就美國來講的話，其實一般的看法，美國這次基本上是怎麼講呢？它是要怎麼樣？要護住美債市場，所以呢，才去把你那個日元啊稍微幫你穩住一下。要不然上一次日本財政部這個賣了740億的美金，還穩不住的日元，對不对？740億都是美債啊。所以日本如果這一波再去拋美債的話，這個對美國目前這個所謂的這個債務市場的問題啊，只會加劇，不會改善。所以它最基本的還是要怎麼樣維護美債自己本身的這個市場的穩定，這個是它第一個出手的目標。第二個，它也是防止日本出現怎麼樣金融危機。這個金融危機一出來以後，在目前情況下，美國也很難這個怎麼樣全身而退。也一定會受到日本的這個金融危機受到影響，它會有這種所謂的這種連帶效果，所以也是要穩住全球的金融市場，這個目前對美國比較有利了。是。那還有就是貿易跟產業的考量啦，因為你如果讓日幣一直跌的話，那日本的產品事實上就越來越便宜啊，越來越便宜的情況之下，那跟美國的貿易逆差又會加深，所以怎麼算都是為自己算。美國從來沒有要替別人，從來沒有想做什麼去救別人的。不過最大的大家都有一個疑問，就是說，美國這算不算匯率操縱國家？以後他說別人匯率操縱國家，是不是還要聽美國那一套？好，這個是我們看到這個最新針對於美債的問題他去協助日元救日元，但是是不是就是為了穩住自己的美債呢？再來我們看到的是我們剛剛提到的有關於關稅戰的部分嘛，剛剛說這個美國打中國加強它的力道，現在具體列了43家的中國企業列入強迫黑名單當中，那當中包括了愛華集團，它是中國大型的鋁電解電容器企業，還有恰恰食品是知名的食品企業，那他們用的理由是涉及到新疆強迫勞動，限制產品進入美國。張將軍怎麼看？我認為這個只是美國想要增加他的談判籌碼。我先制裁你，那你要來談啊，對不對？想要取消制裁，那你來談啊。這個就是美國的這個招數。那我們看美國的它的短板在什麼地方？就是說，我们看到美國，一向西方國家強調的是自由貿易。那自由貿易，那你幹嘛要設限？我這個43家的這個中國企業，你憑什麼要設限他們？他們是因為有這個強迫勞動啊，然後因為強迫勞動而造成產能過剩啊，所以低價賣給我們。那你這個理由有十足的證據嗎？我倒認為這個是非常值得懷疑的。那問題在什麼地方？問題是這個中國大陸跟美國之間的貿易，美國的逆差。美國買太多中國大陸的東西。我們今年現在8月，我們看到去年2025年，這個中國大陸的對美國的順差賺了2800億美元。你看看，中國大陸賣給美國是賣給美國4200億啊，
但是中國大陸向美國買1397億，是这一來一往，就是我刚剛所算到的2800億啊。那你賺那麼多，那美國就希望，那你多買我美國一些，你要多買我，那你現在不要多買我，這個制裁你43家。第二個就是美債，美債總共39兆，您剛才有講，39兆裡面啊，27兆啊是他國內各個企業的老百姓買的這個美國國債，另外12兆是全世界國際在買美債。最多的我們叫做日本，日本買美債1兆美元嘛。中國大陸多少呢？中國大陸到上個月啊，中國大陸持有美債6593億，還那麼少哎，你賺我那麼多錢，你只買我們美債才買6593億。你要知道，中國大陸啊，在去年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啊，占美國這個整個的全部的31%，就是說我美國買全世界那麼多東西，你中國大陸一個人就賺了31%。那你美債呢？你美債持有的占這個12兆賣到外面的，只占了5%。你怎麼只占5%？你賺我31%。全部的錢，你只買美債占了5.5%啊。所以美國就說你的美債還在，你不要再拋。它這是15年來最低的6593億，這是最低的。目前中國大陸，所以你看美國它的短板太多了。貿易逆差太嚴重了，那希望中國大陸來買，就跟剛才上次有講，就是說我們講大豆要買2500萬公噸，2500萬哦，公噸哦，你現在才買300萬公噸，那你還有好多要買啊，是不是？那這裡我要制裁你，那制裁你大家來談嘛，那來談的話，他會開出清單，你要多買我一些。其實我認為美國最大的問題是國內產業結構出了大問題，所以才會造成它競爭力低落，賣出去的東西少，買的東西就多，因為賣東西貴啊，買進來的多，便宜嘛。